雪中悍刀行这部作品不用再多于介绍了，对吧？其实来自于我们的烽火大大的另一部力作。那么刚才看到了 PV， 真的非常的让人肃立，对吧？我们相信整个 PV 当中用到了非常细节的表现，而且用到了很多好像是秦腔的味道来阐述整个雪中的这种调性。包括我们看到了沙场上、江湖上，对吧？很多的细节的表现，真的让人觉得很叹为观止啊！也非常感谢制作组在这段时间里对这个 PV 的用心啊。那么我们今天也很有幸请来了制作团队的，包括爱彼方纵横小说的副总裁。那么我们一起来跟线下和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纵横小说副总裁吴新宇。大家好，我是腾讯视频动画制片人严丽华。大家好，我是雪中悍刀行动画执行导演徐立伟。Hello， 大家好，我是雪中悍刀行动画的后期导演崔伟。好，欢迎大家。然后吴总，可能第一个问题要给到您哈。您刚才也看到了这个 PV， 可能您是在现场第一个看到的人哈。您对这个 PV 的感受是什么？整个那个 PV 的制作还是很精良的，无论是视效啊还是配乐等方面。我第一感觉还是很震撼的，就是这种大气磅礴的感觉，扑面而来。而且我也看到了很多原著中的名场面，尤其是李成钢一剑开疆这个片段，把原著中天不生我李成钢剑道万古如长夜的这个孤傲的气魄完全具象化了。另外，徐凤年竹林舞刀的镜头印象也很深刻，竹叶飘雪随光共舞，把这种那个写意武侠的呈现方式非常符合我们对动画的这个幻想。同时，那个动画对原著的那个内核理解的也挺到位的，这让我对未来雪中的动画更加期待。好，那未来对雪中的某些高光的情节有没有什么具体期待的、具体想去让制作组表现的？其实我个人更喜欢的一个情节，就是印象最深的情节，其实是那个洪喜向齐贺下江南那个片段，这是我看雪中里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也是洪喜向本身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还是希望在后边我们那个制作团队能把这个场面做得更好一点。我们看那个吴总对这部作品的期待也是非常高的哈。那下一个问题肯定要问给我们的导演立伟了啊。你也知道这部作品，看来对你的压力也很大呀，对吧？那么我们看到了主视觉和海报之后这么细节的表达哈，那整体大气磅礴的表现。在视听语言和技术上肯定也进行了一些升级，对吧？那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雪中悍刀行整体世界观很宏大，人物群像呢也很也很细腻和鲜活，所以我相信在很多读者心中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制作组这边也是想尽全力打造一个真实的雪中悍刀行。所以呢，首先是我们的那个光影表达这一块，在创作初期的时候，我们会率先由美术团队来操刀。基于真实光照，精心会给每个场次中的名场面都设计一张二维概念图。之后灯光环节呢，会精准复现二维概念图的光影美学。就像我们画右的那个镜头，为了就是真实模拟水以及击穿铠甲那个效果，我们对水的那个张力、粘稠度、折射和反射都进行了反复的调试。之后雪刀世界不仅是有那个刀光剑影嘛，还有就是说沙场上的血雨腥风。就像我们现在的这张氛围图，美术团队也是基于真实光照，就结合了血与血、红与白的一个强视觉的一个组合，就是把整体的一个战场氛围感就是提升到了，就是直接提升的效果就会比较好一些。之后是我们那个冰面破碎的这张图，就不光是色彩，就包括细节我们也已经全拉满了，就是这里的群集啊、流体啊、破碎啊、氛围物啊，每一种大特效和角色的互动其实都是就是相当大的一个考验在的。之后就像 PV 里那个雾龙，就包括就让想它更真实一些，所以我们对它的一个透光率、它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气流，包括它的一个环境交互，我们对就是特效团队也是折腾他们20多版，才最终确认了它那个最终的一个效果。所以在后续制作中，我们也会继续打磨品质，之后尽全力为大家奉上一部还原真实质感的那个雪中悍刀行。对。之后关于音乐方面上的思路交给我们崔老师了。
对，其实音乐刚才我也说到了，这种秦腔的表现真的让人很热血沸腾啊！所以后期导演崔伟这边是不是在这方面也下了很足的功夫？也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对，我主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在音乐创作的时候的一些想法吧。我们团队其实在前期的项目开发阶段，对动画的内容做了一系列深入的探讨。根据小说中的很多细节的描写，最终我们分析出，作为这个黎阳王朝诸侯封地的这个北凉，其实它是很具有地域特色的。所以说大家刚刚在 PV 里面听到的这个人声唱词，我们选用了极具地域文化特征的这个老腔和秦腔来呈现，尤其是这个秦腔作为一个主导。所以这两种戏曲的表现形式，它都是我们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着一个千年的文化底蕴。并且这种粗犷豪迈的唱腔，它可以完美的融合贴合我们动画中徐凤年所在的这个北凉的一个气质。所以在后续的那个内容开发中，我们将继续加强文化与音乐的一个多元融合，争取带给观众全新的视听体验吧。当然了，在刚才这个1分多的这个 PV 所能展现出来，我们在创作上的很多这个创新巧思其实还只是冰山一角。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北凉，还有我们后续会有的这个北莽，然后黎阳，其实在服化道上，在这个音乐风格上，还有包括甚至是我们配音的呈现上面，我们都会去深入的挖掘各个地域具有文化特征的元素来呈现。所以就请大家继续期待关注我们的雪中悍刀行动画。好，感谢崔伟导演。那么下一个问题，压力给到严丽华制片人哈。那我们也知道，其实《雪中悍刀行》在前几年的影视剧非常的成功，同时呢，同名游戏也在开发。那么这次我们在做动画的开发中，我们的创作的试点和我们的想法具体是什么呢？对，首先从剧创的角度吧，我们肯定是非常非常尊重烽火老师的这个原创作品，因为他的原著的故事底蕴是非常浓厚的。然后我们在尊重这个前提下，然后也会进行一些创新，然后包括刚刚崔伟导演说的音乐上，然后包括我们导演说的在画面风格以及各种这个视效表达上，然后尽可能的去还原到是说大家心目中的《雪中悍刀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当然，面对着《雪中悍刀行》影视剧开发在前、珠玉在前这样的一个现状吧，然后以及游戏也在同步开发，那对于我们动画来说，其实既是一种挑战，我个人认为也是一种鞭策，因为在动画的创作中，我们会更加聚焦在动画本身。鞭策我们聚焦于动画要去表达的内容，更加符合我们以动画形式还原出的基于武侠加沙场加权谋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架构的一个世界观下的雪中悍刀行的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中，它既有快意恩仇的江湖情怀比如刚刚大家看到的李淳罡斩将，包括还有名场面剑来，对吧？也有北凉跟黎阳的这种权谋的一个博弈的这种深度，然后更有我们 TV 中也呈现的战争的这种征伐的一个沙场感其实相信大家在播出的 PV 里都有强烈的一个感知了。所以我们想通过动画独有的这种富有想象力的表现方式，能够从动画维度更细腻地表现不同的人物在成长与抉择之中，然后深切地还原在雪中里豪情跟柔情中并存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然后同时也还原出里面的江湖人、庙堂人、沙场人，他们基于各自立场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维度的这种理想色彩跟浪漫主义色彩。对，也是最大化吧，然后发挥我们动画的优势，然后刚刚说的不仅是把这种非遗传统文化，同时我们也会将国风美术融合现代技术，然后打造出既有古韵但是又不失现代感的画面效果，然后不负大家的期待。对，好，那最后一个问题问给制作组。
大概什么时候上线呢？我们争取2026年年底吧，就是希望就是说，因为制作难度也是比较大嘛，因为我们就是相对于写实风格，执行周期会更长一点，就是也是希望能让大家尽快能看到这部片子，所以就是争取在2026年底的时候可以有，就是说给到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个画面，对。好，非常的期待。那么也特别感谢雪中悍刀行动画的主创对我们进行的这些分享。好，下面燃动宇宙工作室群的所有项目发布到此结束，真的非常开心与大家见面，也期待更多的作品，请大家多多关注腾讯视频，谢谢。